小静，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小静，我以为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到底怎么了？我一直觉得我们2个人很快就要结婚了，他就能把触角伸向易总。可我没有想到，他什么都想要。他得不到的，也不让别人幸福吗？嘉诚，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再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够踏实啊？小静，你能不能不要在一件事情上一直在闹情绪？燕斐今天跟我说了，我们2个有可能是婚前恐惧症。可我真的在想，我们2个是不是应该静下来想一想，想想这到底是不是我们2个想要的未来？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着你好像后悔了呢？我问你，我如果大学毕业，没有宋教授直接给我推荐到城建院，而是自己做了一个小作坊去做设计工作，生活窘迫，可能要3年、5年，甚至很多年以后才能被勉强的称作一个设计师。那么我们未来……好了，你别说了，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假设。我不可能不是宋凯之的女儿，你更不可能不是我的未婚夫。现在我们家的机会、条件、关系都有了，你就当成是你的，直接拿去用就是了。你不要听高彦斐瞎说，他那创的什么业啊？他要是没关系，他创个屁啊！他背后也是有人支持他的。你跟他不一样，你爸妈在清理，你们在设计圈没有关系，所以你现在就应该踏踏实实在我爸那儿，这才是你唯一也是最好的出路。小姐，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我离开你，我什么也不是？这不是觉不觉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反正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这种靠男人上位的女人太可怕了。叶嘉诚，你必须离他远一点。为什么会有这个照片？我不知道，我还想问你呢。我根本不知道这照片是什么。这照片什么意思呢？这照片不是你弄的？当然不是。我知道了，上去吧，我走了。干一个，来干。来，小叶，我单敬你一杯。来，小叶，喝一个啊！哎，小叶真是海量啊！好酒量啊！孙院长，来，哎，我敬你一个。来，加上我，孙院长，来，干！宋院长对小叶这么喜欢，夸他没边儿了。你没听说吗？啊，小叶是宋院长的准女婿，城建院未来的接班人。说是设计部优秀青年设计师，哼，好听吧？哦，这样啊。我说呢，看来这个小叶啊并不简单。宋院长对他的女儿那是没话说的，先搞定他女儿，然后呢搞定宋院长，这样呢就可以背靠大树，平步青云呢。听说他格兰城方案没通过的事儿，
也让宋院长给压下来了。哦，看来这小子也没啥本事，哈，徒有虚名，只会抱大腿。他抱谁的大腿呢？宋院长的女儿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儿，便宜都让他给占尽了。明白了。哎，嘉诚，你怎么出来了？是不是来接我的？我不想进去了。怎么了？结束了？没有，宋教授还在里面，你进去吧。嘉诚，我知道你在艺贸输了很不开心，不过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别太在意嘛。那你觉得什么才是大事？里面的饭局对你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这关乎你未来的发展。好了，我们进去了，别让叔叔他们等太久。走，走。别想了，嘉诚，有得必有失，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刚好你可以跟我踏踏实实准备英国的设计大赛。再说了，院里的设计项目那么多，你想做哪个，我让爸爸推荐你做不就好了？不就输了一个配套建筑的设计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出去透透气，你先进去吧。哎，嘉诚。原来二位都认识啊！啊，都是常客。吃好了，我送你们水果啊，慢慢吃，有需要叫我啊。谢谢老板。好。那张合成的婚纱照，不是我。我知道。还有今天医贸的那个结果，也不是你。我也知道。我知道应该是我的台词，你怎么知道才应该是你的台词？快趁热吃吧。你宁愿是因为设计的不够好而失败，对吗？对啊，不够好或是不对，我可以不断的去修改或去完善它。我觉得你只是想做一个单纯的建筑师。但就现在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恐怕不行。其实不难。你不了解情况。我不了解不重要，但是比起你的理想和你想成为的人，那些更重要，不是吗？我看过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那些你自己写的内容还记得吗？过去这么久了，你最初的理念，总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相信我。马上到了，不要睁开眼睛哦。还没到啊？到了，准备放手了。嗯。3、2、1。哇！怎么样？这是……那我是……我工作室的运营总监。恭喜你，嘉诚，终于达成了愿望。现在不是还有你吗？是我们2个人的愿望。
只要你不放弃。他们就这么把格兰城的现货拱手相让了吗？评选结果都已经出来了，板上钉钉的事儿。哎，这易新东横插一杠，也算是插成功了。他一心想跟我们作对，鬼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喜欢的是叶嘉诚的设计。易总就这么轻易的答应了，他连反驳都不反驳，争取都不争取一下。我知道你有情绪，我也有情绪。可是咱们有情绪，咱们得控制住。易总告诉过我们，要顾全大局，必须放弃一小块阵地的得失。Do you understand？ 所以就要为了他们的大局来牺牲我们，是吗？你知道叶嘉诚对待这个设计有多么的用心，多么的努力吗？这个结果根本就对他不公平，太让人寒心了。对，是太让人寒心了。可是鬼知道那个易钦东花了多少钱把那个英国王子给忽悠过来。又花了多少钱摆平那些所谓的什么什么专家评委？所以那些专家评委，他真的是用心的去评定的吗？他真的是站在用户住户的角度去考量考虑的吗？他们才不会管那么多，因为他们根本不住在格兰城。是啊，所以我们问题就在这儿。真正住在格兰城的是每一个业主，那我们凭什么要去听那些所谓的专家的意见，而不听听业主的意见呢？如果我是这个业主，我当然也希望我可以对我生活居住的小区的环境设施有我的发言权和选择权啊。你说的都没错，可是我天真的师姐，你站在开发商的角度想想，哪个开发商会自找麻烦去问业主的意见呢？业主众口难调。那为什么我们易贸不可以呢？如果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易贸做到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点啊，而且对我们的2期发展有很好的广告效果。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就是，让格兰城的每个住户对待叶嘉诚和查尔斯的设计再重新做选择，重新投票，为叶嘉诚再争取第2次机会。就这么决定了。小杨，帮我调出格兰城所有业主的资料，人名、电话、地址，通通打印出来。全部业主吗？一共多少户？哦，我看一下，一共1207户。打吧。好的。哎，你真打算这么办？要不，咱们先请示一下易总。不行，现在要是告诉他的话，我担心他会拦下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哎，你这可是先斩后奏啊！你放心，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要做的。这要是万一办不下来，易总怪罪下来呢，我也不会连累你的。说什么呢？我是这么不讲义气的人吗？再说了，我早就看那个易钦东不爽了。凡是跟他对着干的事儿，一定得带上我。就按照你说的办，我在易贸帮你盯着。有你撑腰，我就不怕了。不用怕嘛，大不了咱们就一起被开除嘛。哎，加油！你的意思是一户一户的去找那些业主们投票啊？对啊，因为我相信业主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眼光，而且你的设计都是在真正为他们考虑，所以我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的判断力。可是业主们有1000多户，我们这样一户一户的去找他们，会不会太不现实？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现实呢？再说1000户算什么？就算是1万户也得去试一下。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耐心，没有什么是做不来的，辛苦一点不算什么。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啊？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愿意去为你尝试。而且我对你的设计非常有信心。你该不会是不敢接受业主的考验吧？你不必故意激我，
你知道的，我为了设计可以做出任何事情，疯狂起来，比你要疯狂。你知道吗？你现在的样子非常像未来的叶嘉诚哦。未来，那是我跟未来的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时间的秘密。我知道，你对这次比赛的结果一直耿耿于怀，可你真的不必特意为我做这些的。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的设计和你的作品。因为如果真正的好作品、认真的想法被白白浪费掉，那才是最令人失望的事。好，我去准备一下。昨晚在嘉兴小吃铺，是我认识嘉诚以来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失落、那么沮丧的样子。没有想到嘉诚也有这么无助、迷茫的时候。我很希望我能够给到他一点鼓励，一点支持，早日变回我熟悉的那个嘉诚。喂，你好，刘先生，我是格兰城项目的负责人，我们想针对格兰城的配套设计方案，来征求一下您的意见和想法，所以请您给我一个邮箱地址，我们把设计方案发给您。好，谢谢，再见。我把格兰城小区的设计报告做了一个简约的 PPT， 这样让业主们能更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我已经约好了一些业主的时间，我现在打算去见他们。我跟你一起。可是你设计院今天不用上班吗？还是不要耽误你工作了。放心吧，我已经请好假了，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但这可不是1-2天的事儿哦，你请这么久的假，对你会不会影响不好？我从上班第一天开始到现在1天病假没有请过，放任这么多病假不用，什么时候用啊？别可视了，走吧。这就是我们中央配套项目设施的一个设计案，如果您同意的话，请在这边打勾。谢谢。谁啊？你们是？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想请您对格兰城中央配套项目设施的。你好，请问能做个调查吗？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没时间。来了，今天2位一起来的。是啊。想吃点什么？醉鸡、小笼包、蛋花蔬菜粥。哎呦，这不知道的还真以为2位是一对儿呢，连吃的都那么一致啊！稍等啊。对了，我们现在总共收到600多封邮件，400多封是那些业主当面投票的，还有100多封是没有投票的。现在我看了一下，所有的投票呢是683票比321票，所以你比查尔斯整整高出了362票，完胜。我还以为可以全局压倒性的通过呢。你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喜好的嘛，坚持自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查尔斯这边呢，我明天还会再去找他们谈一谈，说不定听完阐述之后，他们会改变意见也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从明天开始兵分2路，你呢继续按照原计划去找业主，我呢就去攻克对方的阵营。你还说我贪心啊？你现在看看你自己。我是想锁定胜局嘛。来了，小笼包来了。谢谢你啊。慢吃啊。谢谢。麻烦了。我感觉这小笼包要是再晚来一点啊，我连这个都能吃下去。未来，我与嘉诚的婚姻中，我一直是那个被保护的人，从来没有替他烦恼过任何事。现在能够跟他一起并肩奋战，是一种特别不一样的体验。能够为他分担，哪怕一点点的烦恼与忧愁，我都很满足。我越来越有信心，嘉诚或许可以第2次爱上我。
海上钢琴师。你还知道这部片子呢？当然了，你忘了吗？是你大学，是你母校，我们大学里面的电影院放过呀。学校还放过这么经典的片子啊？你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放过吗？记得是我大3的时候放过，好爱这部片子，而且音乐也特别好听。我还记得，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让我哭得稀里哗啦，特别感动。为什么每次都要看这么感人的片子？看完之后，天天晚上又要失眠了。这么好的片子，不看多遗憾啊！失眠也值得。男主角为什么不下船去追他喜欢的女孩呢？你想想，他自出生到他长大，他就一直在这艘游轮上，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些才是他最熟悉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啊，音乐才是他的最爱。只要有音乐，他就有快乐。就好像建筑给你带来的快乐一样，是吗？那你会为了你的梦想和建筑放弃我吗？这怎么可以比啊？再说了，你也是我的梦想。放弃你就等于放弃了梦想。I love you， 老公。我也爱你。我也特别喜欢这部片子，这段《Pin in Love》是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段音乐，你知道吗？本来那个男主角在漫无目的的一通乱弹，可是突然在甲板上出现了一个姑娘，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是在往里面相望，还是在照镜子。可是当男主角看到她那一刻起，混乱的音乐戛然而止，不知不觉中，这段春心萌动的音乐就被他即兴的弹了出来。你还记得吗？我们终于做到了这些原本以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用不用我的设计我已经无所谓了，有这么多人都能够支持我的想法，我很开心。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剩下的就交给命运吧。感谢命运和时间的安排，让我和嘉诚有了这么一段亲密无间、同心协力的时光。虽然他可能无法走向我熟悉的那个未来，但现在的我已充满感恩。易总，这是什么？这是关于格兰城配套设计的调查。这件事不已经过去了吗？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啊？最近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总是找不着你人呢？张凯跟我说，你们家里出了事，你要请假，是阿姨身体上。
对不起，易总，在请假这件事情上面，我向您撒了谎。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怪张凯，因为是我要求他帮我瞒着你的。为什么要说谎呢？你听我把话说完，等我说完之后，您看看再怎么处置，我都听您的安排。你说。易总，这些文件夹都是针对格兰城一期1207户用户对待格兰城配套设施方案进行的投票结果。其中叶嘉诚呢是获得了835票，查尔斯他获得了372票，所以叶嘉诚比查尔斯整整高出了400多票。这些调查都是真实有效的，我都全部认真核查过。所以我觉得易总在格兰城的配套设施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的去听取专家的意见，会有失公允。毕竟格兰城的业主他们才是真正的使用者，所以他们的意见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不是吗？虽然这个结果未必能影响最终的决策，但起码我们向业主传递了易贸是尊重业主的，而且是会为了业主切身利益去考虑。当然，这无形中也是为公司做了一次有价值的宣传。所以这些，就是我最近做的所有的事情，也是我请假的全部原因。说完了。那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为什么不来请示我呢？好，我来替你回答。你担心我会因为赵文文的事情对于易庆东妥协，你担心我会阻止你做这件事情。那好，我就想问你了，你做这件事情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如果我在你心里头只是一个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你还指望我有什么作为呢？我除了把所有的事情向您汇报之外，我也别无选择。但利益之间，我相信易总一定会有明智的选择。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我很有可能开除你？知道。哦。你对叶嘉诚果然是很关心，可是他马上就要和宋小晶结婚了，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但我做这些从来不是为了让叶嘉诚感激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他来回报我。所以，无论他结不结婚，不管怎样，我都会这么去做。你出去吧。可是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果。哎，师姐，来，易总发飙了没？什么都没有说，就只是让我出来。一点都没有。哇！完了！易总不发火的时候才最吓人，他这是要在沉默里爆